第2日官员集会，宋文墨提出方案。这意见不是本官所想，另有高人指点。等我回了京城，定在圣上面前替他美言。各位大人若也有建议，大可以畅所欲言，我们共同讨论。若切实有效，我也不吝在圣上面前夸赞。京城若论替朕分忧，还得是文墨。沙坛观定民心，还有防范鼠疫向外蔓延都做得极好。隔离一策以及分批次放开更是妙计。能在短时间内想出这么多治国策略，文墨大才。等他回了京城，朕定要嘉奖他。圣上，宋大人就算才干再高，也绕不过圣上您去啊。您慧眼识珠，安排宋大人去琼州，这才给了他施展的机会。就你会说好听的话。对了，司农监的人还没来吗？这土豆、地瓜、玉米都已经种下了5个月，应是到了采摘的季节。琼州也算安定，朕今日得空，正好把粮食收回来。朕倒要看看楚州刺史王长顺送来的这些东西，还提出减税的事，到底靠不靠谱？回禀圣上，司农监的孙永旺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走，一起去御花园挖土豆。哦，这土豆和地瓜都要挖起根部，挖的时候要离根远一些，以免挖坏果实。孙永旺，把朕的农产拿过来。圣上，这活儿难免脏了些，您还是别沾手了，让臣来吧。种的时候朕也有份，怎么到了收获，这快乐就得留给你们呢？少废话，让你拿来就拿来。圣上，怕是不妥吧？这里都是男人，朕也是男人，有什么妥不妥的？让你脱就赶紧脱。舒服多了，这才像干活的样子。圣上您看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王长顺慰欺我，这土豆确实高产。张内侍，去拿筐子来，朕再挖一些。孙永旺，这是你从土里刨出来的？啊，圣上撤出土豆秧苗时，土里一些根须被扯断，有些土豆没带出来，臣自作主张挖了，还请圣上恕罪。真是不懂了，多亏爱卿提醒，受教了。张内侍，你拿着册子里的实用方法去御膳房，让他们做一桌吃食送上来，朕要亲自品尝。孙爱卿，今日你陪朕一起干活，也辛苦了，留下与朕同食。这个我认识，煮熟的土豆和地瓜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拔丝地瓜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炒土豆丝、炸薯条、炸薯片、狼牙土豆、红烧土豆、土豆泥、土豆烧肉、凉拌土豆丝、土豆地瓜炖、地瓜浓汤、烤土豆、烤地瓜、土豆丸子、土豆粉。圣上，晒干的土豆条一时半刻还做不出来，听御膳房的人说，晒干后再烹饪，味道肯定不如新鲜的。若非没粮食，一般人也不习使用，不好刻画。百姓无粮食果腹，自然会食用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要知道百姓所食的味道。待晒干了，让御膳房再盛上来吧。不过没想到啊，土豆和地瓜竟能做出这么多美食，还是民间常识之法。若是经由大厨之手，精细钻研，定能千变万化。孙爱卿不必拘礼，一起吃吧。爽口，这土豆泥极其鲜香，味道极好。拔丝地瓜还真能拔出丝来，香甜香甜的，真是这天下之主
本以为掌握四海，没想到四海当中还有许多东西朕不识，单一个土豆就能让人大开眼界。今日朕亲自挖土豆和地瓜，确认楚州刺史王长顺所言非虚。这食物不仅鲜香味美，产量还颇高。传朕旨意，从库中拨出楚州30%税粮，即可送回楚州。然税粮不能返还于民，应在楚州设立楚州仓。楚州仓用于调节粮价，粮价高时低价出售粮食，把粮价压下去；粮价贱时大量收购粮食，抬高市场粮价。若楚州遇灾，可自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恭喜圣上，贺喜圣上！哦，张内侍，朕何喜之有啊？其一喜，琼州鼠疫得到控制；其二喜，土豆和地瓜高产，是圣上之喜，也是万民之喜；其三喜，圣上一直想设立调节粮价的粮仓，可各州都拿不出多余粮食，导致这计划一直搁置。现在，圣上借着奖赏楚州王长顺，顺带建起第一个调节粮价的粮仓，圆了您的心愿呐！张内侍天天跟着朕，也算没白跟，有长进了。圣上调教得好。孙永旺听旨，孙永旺即日起带种子去往岭东、岭南、河东、河西各地，总结土豆在各种土壤上的种植之法。臣领旨。孙永旺，朕的种子可不多，省着点用，可千万别给祸害光了。张内侍，发现土豆种子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回圣上，沈桃。沈桃。文墨送来的折子里也提到一个叫沈桃的女子，就是她给辽山匪患下药，协助平东将军冯源一举清剿山匪，也是她给程光出谋划策，所以鼠疫才很快被控制住。文墨折子中还写道，她孤身入重正村，救活上千人。她倒是个奇女子，不仅胆大到孤身入匪巢，还精通疫情防治之法，善于医术，在农业上也有造诣。张内侍，你说这么一个奇女子，朕该给她讲些什么？宋大人应在琼州见过此女子，对她人品多有了解，不如等宋大人回来，您再与他商讨。也好，就等文墨回来再议。琼州的鼠疫在渐热的逐渐趋于平稳。大人，陈乔，我就先走一步，改天你们去平县一定要来找我，让我尽尽地主之谊。哎呀，主子呀，你的鸭子要飞了，你该说的话还不打算说吗？沈姑娘，保重，一路平安。主子呀，主子，你这张嘴要是不用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知道啦，你们也早日回京。哎，一个两个的，愁死人了。我刚才喊你，你跑啥呀？你知不知道我这2条腿的人想追你4条腿的马，费了多大劲儿啊！老子累得快把5脏6腑甩丢了。你咋追来了？这不是囊中羞涩，就想搭个车吗？沈棠，沈棠，我在这儿呢，快过来啊！瞧见没有，赚银子的好机会来了。告示大抵的意思是，县令夫人得了疑难杂症，请人去医治，若是治好了，赏银50两。这一路上光吃你的喝你的，等哥把这病瞧好了，拿了赏银带着你下馆子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接下告示，就跟我走吧。你们是一起的？是一起的。既然是一起的，就一起去吧。衙差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朋友去给县令夫人瞧病，你们怎么抓我呀？哼，若不是你朋友，你也遭不了这个罪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衙差大哥行行好，
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啊！死不了，你朋友调戏县令夫人，惹得县令大人勃然大怒，连累你受这无妄之灾。且等等吧，哪天县令大人消气想起你了，肯定会放了你。他在牢里的邻居正是蒋怀，这次还被打了板子，衣服上有条条的血痕，哎呦哎呦的喊着疼。你怎么还调戏县令夫人啊？你挺大个老爷们儿，你咋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？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？哈，你要不是那样的人，我能陪你监狱游吗？妈妈呀，耗子，谁救救我呀？到底是娘们儿，耗子怕啥呀？有种让他们到我这间来，老子做了许久，正好把他扒了皮，打打牙祭。哎，官爷，我错了，别打别打，我是个郎中，我能治县令夫人的病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是郎中，医术很好，能治病。女郎中，你揍我？哼，我要是把你带到县令大人那里，你治不了，岂不是害了我？你是不是睡眠不好？一到晚上辗转难眠，且吃东西不好消化，会腹胀腹泻。你怎么知道？作为一个合格的郎中，望闻问切是基本功。那有何解决之法？我给你一套祖传的健体之法，可以通经活络。你每日反复练习500遍，夜间必定好眠。哦，那你教我。动作都很基础，你且看我做几遍。第8套广播体操，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这就回去练足500遍。若是晚上睡得香甜，我明日一早就去找县令大人。健体之法，你这么诓他，小心明早他找你算账。我怎么是诓他呀？你瞧这牢里黑漆漆的，根本不辨白天黑夜。咱们进来的时候就是他接的，这揉眼睛刚睡醒的模样。他白日守着无聊，肯定偷懒睡觉，一会儿眯一觉，一会儿眯一觉的。白天把觉睡散了，晚上肯定难入眠。我让他练习，一来让他白天没时间睡觉，二来身体练累了，晚上自然睡得香。第2日一早，你果真医术精湛呐！我昨日练习500遍，一夜好眠呐！我这就去找人禀告给县令大人，你且在这里候着。走吧，沈一，县令大人要见你。杨哥，这个女郎中说能治好夫人，要是她治好了夫人，劳烦你在大人面前提一提我的名字。若是能换个差事，小弟还有重谢。听玉所说，你是个有本事的女郎中，教了她一套健体之术，解决了困扰她许久的失眠之症。确有此事。好，那就给本官的夫人瞧病吧。你若是瞧得好了，我就放了你；说是瞧不好，你的朋友调戏本官夫人，你又戏耍本官，本官定要你们把牢底坐穿。自然自然。跟本官走。平春，平春，给我开开门啊！县令大人，夫人说她不想见你。黄英，我带了个女郎中过来，她说能瞧夫人的病，你快去跟夫人说说，让我带人进去吧。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了，甚是想她呢。莫非这就是古代恋爱脑，还长在这1.8米的大个上？我去问问夫人。夫人，县令大人来了，他还带了个女郎中，说能给您瞧病。他还说想好几天没见到你，想进来瞧瞧。广英，我听见你们说话了，我虽然气他，但也没说不让他来见我呀。广英，你把什么都写脸上了，藏不住，有话就说吧。小姐，您本来和李秀才有婚约的，要不是县令大人去江南办差，一不小心瞧上了你，搅黄了您的婚事，你哪用嫁到这里来受苦啊？这宅院里连个会做江南菜的厨子都没有，整日做些不合口也不好消化的东西给您吃，要不然呢，你也不会得这奇奇怪怪的病。行了，黄英，别再提以前的事。我虽和李秀才有婚约，可李秀才不是良人，私下勾搭小娘，
还去花楼里风流。起初我嫁过来，瞧着县令大人的长相和行事做派，我也是怕他的。但是相处2年下来，他对我是什么样子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就算是石头的心也捂热了。我得这个病，怎么能怪他呢？是我的身体不好，若不是我怕他嫌弃我这副病恹恹的丑样子，我也不会把他拦在门外。夫人，就算李秀才人品不行，那还有张秀才、黄秀才，留在江南总好过偏远苦寒的地方啊。黄英，住嘴！你若是再口无遮拦，我也不护你了，就让县令大人把你发卖出去。别，夫人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既然不说了，就来瞧瞧，我的头发可乱了，替我整理一下，再把县令大人和女郎中给请进来。县令大人，夫人让您和女郎中进去呢。不过几日未见，你瘦了这么多，听下人说你不肯用饭，肯定是那几个厨子做的饭菜不合你心意。我这就去飘香楼再请个厨子过来。不用，是我没胃口，吃不下的，不怪他们。平川，你终于和我说话了，不恼我了？若不是你非要瞧我病患之处，我也不会恼你。讨厌，还有人在呢。好油腻啊，好想喝杯浓茶刮刮油啊。过来给夫人瞧病。县令大人，你先出去吧。夫人，你让我留下，你病了这么久还没查到病因，我不放心呐。你若是不出去，我就不吃晚饭了。好，我出去。夫人哪里不舒服？咱们同为女人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我家夫人如厕不畅快，每都要流很多血，现在连站着和坐着都很困难，疼得厉害。夫人面皮薄，总是不肯说，这才延误了病情。系统检测到手术对象，救人一命胜造虚己浮屠，宿主是否？选择救治。 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 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10点积分，积分达到50点，可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奖品包含但不限于技能，借用其他科室医生卡，高产作物，武力值，好运值。夫人你怎么了？来，奶奶的，让你喊一堆人来，我还怎么手术啊？沈涛带着他闪进了系统手术室，快速的配麻药给他注射。这是内痔破裂触发到的动脉血管破裂引起的大出血。夫人呐，衙门里有事，我怕是要去一趟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是你打我的？夫人呢？夫人怎么样了？夫人要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！你把夫人怎么了？夫人怎么没穿衣服啊？你疯了！她可是县令夫人，岂容你亵渎？听我说话好不好？你要是再一个人逼逼叨叨，我就再给你来一下。你家夫人没事，我已经替她止血，还顺带清理了患处。刚才打晕你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你要是一喊，肯定呼呼啦啦进来一群人。夫人这病是要脱了衣服才能治的，一群人守在床前怎么脱衣服啊？不能及时处理患处止血，就那流血的架势，人就没了。往后几天夫人还要上药，饮食也要注意。我得在这里陪她几天，回头你和你们县令大人说说。那我家夫人什么时候能醒啊？再过1炷香吧。我饿了，快去弄点吃的来。我刚救了你家夫人的命，你连口吃的都不给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，没事的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帮我把患处清理了？你这病叫痔疮，很多人都会得的，你不用觉得害臊。还要给你上几天的药，我得留在这里，等你患处长好，你就和平常人一样。不过你的饮食要改一改，吃些好消化的，多吃些绿叶青菜，多喝水才行。到第8日，沈涛提出辞行。你就不能不走吗？我可以跟相公说说，让他聘请你当府上的郎中。
可以给你开很高的月钱。算了算了，我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，50多口人等着我赚钱吃呢。平春心疼沈桃，这姑娘命可真苦，一个人要肩负一大家子。他偷偷和陈县令说，让多给沈桃点银子。女神医啊，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啊！以前是治好了我的失眠之症，现在县令大人还提拔我去街上当差，再也不用日日看着这些犯人了。县令大人说是误会，让放了你呢。不急不急，等我把这只鸡吃完。兄弟，都放你出去了，你就出去呗。你那鸡我就嗦了一口骨头，8辈子没见过荤腥，快要馋死我了。哎，刚才在牢里不方便问，你是怎么弄到被褥还吃上烧鸡的？嗨，这还不是小意思啊。有个狱卒听说我是郎中，去找我给他看病。夜里南镇雄风啊，我不过是浅浅失身，却让他龙精虎猛。他特意买了棉被和伤药孝敬我呢。烧鸡是另外一个人看头痛之症换的，你不在这些天，我还换到了酒呢。别说狱卒，就连衙差我都看了个遍。有本事的人在哪儿都能活得好，不羡慕不行啊。桃儿，我知道你力气大，快来帮帮忙！快，头不动了，快来搭把手，可累死我了！你少卖可怜，荒郊野岭你能捡到人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不奇怪啊，我经常能捡到奇奇怪怪的人。等他醒了，知道是我救了他，他肯定会给我银子酬谢我。等哥拿了酬谢，哥带你下馆子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在哪儿捡到他的？不算捡吧，他是从天而降砸到我的，所以我坚信是好运砸到我头上了。你看他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像不像我的贵人？什么毛病啊？伤到头了，脉象上看有血瘀，施上2天针，应该就能转醒。建怀，要是遇到十恶不赦的人，你救吗？救啊！我师父告诉我，身为医者不能见死不救，说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就先救活，再杀了吧。哎，别怕，我到现在还没救过那样的人呢，更没杀过。毕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人都是爹生娘养，一个鼻子俩眼睛。上次我在路上救过一个男人，当时……行吧，你快点救啊！说好了，明早走可不能带他。大半夜藏在荒郊野岭的树上，肯定有故事，别把咱们俩搭进去。追到后半夜，沈桃听到一阵窸窣的声音。呀，桃儿，你看，他们是大理寺的，我可是好人呐，我是个郎中，他也是个郎中。你这刀离我脖子伸远点儿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会伤到我的。我是良民，大的良民。我从10岁就跟着师傅四处行医，我去过琼州、楚州、京城、凉州。闭嘴！再多话，我这就抹了你脖子。哦，全都带走。大人，他还是嘴硬不说。有什么手段尽管冲我来，老子要是眨眼，老子就跟你姓。这还拱火呢，憋着别说话，也能少挨2下。就是，把那女的带出来。你别动啊，我自己走。我就是一个弱女子，我已经给自己固定好了，不用你们上手了。挨着刑讯的地方，那些手段你应该都看到了吧？要是害怕，就说出来。你让我说啥，你倒是问啊。我没问吗？你总该让我知道我是为啥被抓进来的吧？我们捡到那人后连夜就被抓了，肯定和他脱不开干系。可是我们捡到他时，他刚好从树上掉下来摔昏了，我们啥都不知道。就是身为郎中，做不到见死不救。这位姑娘，你这个情郎长得真不错，你若是不肯说，我可就动手了。我还打他干啥呀？好像打了他我就能跟你说似的。他不说你打他呀？打我干啥？要不你问我，我啥都说。既然你想说，那你就说说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的，家住在哪里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那人又与你们说了什么话？我叫蒋怀，是个游医，
我没有家，从小就跟着师傅边学艺边流浪，琼州鼠疫，我和他都去支援了，现在返回原地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你说说我多可怜！如果有股县的县令张贴告示，巴拉巴拉，在牢里蹲了7天，巴拉巴拉，从树上大头朝下掉下来个人，巴拉巴拉，就被你们抓到大理寺狱，我可多委屈啊！你们问他问题他不说，你们就打我。至于你问我哪儿人，昏倒前说什么话，从树上掉下来，他啊了一声。算了。大人，我叫沈桃，他叫蒋怀。对了，现在留在琼州的宋文墨大人与我是旧识，你可以找他打听我的事。这个蒋怀也好打听，鼠疫就是经他之手确诊的。过去的古河医师你知道吧？蒋怀就是他的徒弟。古河医师是你师傅，你那日给他诊治，他所患何疾？为何迟迟不醒？他身体无疾，底子还挺好，就是摔到了头，脑袋里有血瘀，不算大问题，时辰几日就能醒。你不信我蒋怀从不说大话，你就给我5天时间，我保证救醒他。他不行，我的脑袋还有他的脑袋，你全都可以取了去。蒋怀，你做保证拿我的头干什么？好，即使以你们2个的项上人头作保，我就姑且信你一次。来人呐，把他带走。我不干，我也要跟着去。拿我的人头作保，我得亲自盯着才放心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，把我也一起带上。大人，带上他吧，他医术也很好，我们能商量着来。把他也一起带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美女？瘦得像个豆芽菜，是不是对美女2字有什么误解啊？区区2副脚镣。沈桃，真是你啊！我刚看背影就像，咋混成这样了？永定侯府林强见过赵大人，我与这位姑娘乃是旧相识，不知她所犯何事。事关重大，属本官不能直言。快回去吧，我没事的。去林家铺子一趟，找人打听清楚，沈桃为什么会被大理寺的人抓了，还抓到京城来了。看沈桃随身携带的户籍是楚州平县的，去查查他怎么会和远在京城的永定侯府的人结识。请。我那天夜里给他把脉，情况还没这么严重，只有少了那血瘀，休养几日就能恢复。定是一路舟车劳顿，血瘀更严重了。还有的治吗？放心，这还难不倒我。且给我几天时间，我给他细细调理施针。这就行了。1日施针3次，还需配以艾灸炙烤穴位。我再开个药方，劳烦大人给准备准备。大人，楚州飞鸽传书过来，沈桃与永定侯府的事调查的有眉目了。说，数月前，林强怀着身子与前任永定侯萧可走水路去往楚州孟浦县，在那里与沈桃结识。同期，长公主也到了孟浦县。萧可在长公主室的宴席上，当着百官的面落水而亡。林强身上怀有永定侯府唯一血脉，不方便颠簸为由，就地火化了萧可的尸身。他则留在楚州平县一座叫黑风山的山头上养胎。我还从永定侯府伺候的婆子那里打探到，林强生产后，腹部上留有巴掌长一条横疤。林强在一次饮酒后与人打趣，说他生产时9死1生，把肚子剖开才艰难生下孩子，去了半条命。林强返京后，吩咐手下押送一批银两，送去平县黑风山。而沈桃正是黑风山的当家，带着手下50多人做生意，有越做越大的趋势。前阵子琼州鼠疫，他去了琼州，自此再无音讯。莫非沈桃就是助林强剖腹取子之人？若真是如此，沈桃很可能凭借一手医术结交了许多权贵，这人当真是动不得。妈的，吓死了！沈桃，你得罪人了，多大仇啊！半夜刺杀！呆子，你才得罪人了！你想想，咱们因为那个患者被大理寺抓，现在又被刺杀，他们的目标不是咱们，是那个患者。那咋整啊？咱不会被打死吧？快点出来！
终于安全了。沈涛儿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越狱啊？越什么狱呀？一会儿等刺客走了，咱们再爬回去。抓活的，废物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屋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都听不见，都是聋的吗？快去给我找人！不用找，人在这儿呢。大人，你刚才不是要活口吗？一不小心抓了3个，就在这破洞后面呢，还劳烦你的人手去抓回来。这洞是你们弄开的，要知道我这大理寺的墙比外面都厚上3分。我说刚才一道雷从天而降，把房子给劈了个洞，你信吗？我没想跑，只是暂避风险。我还等着大人查明事情，好给我主持公道呢。带下去严加拷问，势必要问出幕后主使之人。别介啊，一般这样的刺客嘴里都有毒药，卸了下巴找出毒药再审。你好像听懂啊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吗？大人别往心里去。这房间已经破洞，不能住人了，给他们换一个房间。大人，是强哥还活着，快叫郎中救命啊！伤得太重了，恐怕难以存活。沈桃姑娘可有应对之法？救活他，诊金100两。好，就100两。把人搬到一个空房间去，准备热水、连吃用的刀具、剪刀、针线。要想让他活命，我诊治时，无论多长时间，绝对不允许催促，更不能进入房间。按他说的去做。赵大人，这一次免不了用几个时辰，管好你的人。涛儿，要不要我给你打下手啊？不用，你也不要靠近。强哥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伤口大，出现了休克的症状。沈桃的独角戏手术足足持续了4个时辰。怎么样？你自己去看一下吧，给我弄点饭来。再不吃，下一个躺的就是我了。他的伤口有可能化脓，让你瞧过我就会关上门，制止任何人前来探望。你到饭点就把吃食摆在门口，我自会取用。你这100两银子不好赚啊。赵顾想过沈桃医术高超，但是他没想到的，他医术已经高超到了这等地步，命悬一线的人也能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这会儿他是真心开始佩服这位女子。不过3天，究其根本就是身体对西药格外敏感。醒了，赵大人。不想活了，再动伤口崩开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有话躺着说。就按沈桃姑娘说的办，别动，好不容易把你救醒，若是为了一个虚里陷入险境，让我怎么和你死去的爹交代？你先休息吧，等改日我再来看你。沈桃姑娘，咋啦？是要给我结账啊？1个时辰后，银子定会送到你手中。我有别的事要和你说。我走了，强哥出事怎么办啊？不会出事，我派人看着，就去隔壁。他醒来后就一直疯癫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清醒。喂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是不是细作？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啊！我是谁？我是谁？能治吗？诊金100两。那天晚上着急救强子，我才应了你的条件。你以为你还能再拿捏我一次？记住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大理寺的阶下囚。哦，知道了。要不你帮我给家里送一封平安书，就说我来京城逛逛，让他们别担心。你要是帮我这个忙，我就告诉你能不能治。可那我告诉你，屋里边那个是装的，根本就没得疯病。装的？他昨夜还用头撞墙，还脱光了要往外跑。人很多行为都是无意识的。我刚才问他是男是女，他没回答，却把眼光瞟向蒋怀这个男人，这说明他思维能力没问题。我逼问他是不是细作，他又用双手环胸抱住自己，这是典型的对抗，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表现。如果你不信我，我可以找人去做实验。人在撒谎时，很有可能会有下意识的动作，比如摸鼻子、
挠头、用手掩嘴、捏衣领，或者专心于撒谎，手头上的动作变慢。你有那么多手下，你去找人试试啊。我想提审那名细作，希望你从旁协助。若是能从细作口中找到布防图的下落，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酬金1000两。还有啊，若是找到布防图下落，你得洗清我的罪名，派专人护送我回家。成交。这是那名细作盗取布防图后一路被追击的路线以及接触的人。以赵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如果这里有问题，你早就看出来了。我不想看这些，我只想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问你几个问题。好，沈姑娘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问。这位细作是独身探兵部，盗取布防图的？是。你觉得他武功如何？非常好，他夜探兵部，被兵部的人发现后开始逃窜。我们大理寺正好出任务回来，在路上遇到兵部的人，这才一同加入围剿行列。这细作以一敌十，连夜逃出京城。我们大理寺有善追踪之人，紧咬不放。在追剿他的第12日，我们在一山林中将他按住。布防图并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在夜间找到破绽，杀死我们几名兄弟又逃了。直到第15日我们再抓到他，他就是和你们在一起，昏迷不醒。好，问题其一，他既然武功如此之高，怎么会从树上失足掉落，又刚好大头朝下伤到头，被我们捡到，被你拦截呢？问题其二，他武功如此之高，醒来后装疯卖傻骗过了你，那他为何不趁机逃跑呢？哼，布防图根本就没有带出京城，说得严谨点儿，甚至都没有带出兵部。难怪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这细作独身闯兵部，盗取布防图时被人发现，他担心被俘而功亏一篑，干脆将布防图藏在兵部某处，然后杀出重围，做出一种带着布防图逃窜的假象。他第一次被我们俘获，此时他还未想到对策，所以杀人逃跑。逃窜的路上，他想到以身犯险的计策，于是他故意从树上掉落，以他的内力操控，把头摔到有淤青的程度不是难事。他笃定我们为了获得布防图的下落，势必护着他进京。他倒是把我们的想法也给算计进去了。若是我们张扬被他被捕的消息，对方肯定会派刺客来行刺他，到时候他可以趁乱将布防图的下落告知刺客。只可惜他摔得重了，外加一路颠簸，延误病情。刺客来行刺时他还未醒，错过了这个时机。于是他退而求其次，醒来后装疯卖傻，意图迷惑我们，再伺机逃窜出去取布防图。分析的精彩。沈姑娘谬赞，若不是你提醒，我还不能这么快想通。我的功劳确实很大呀。哈哈，沈姑娘先行休息，我这就带人去兵部，里里外外再检查一遍。若是真的找到布防图，我应承的事马上就能办到。蒋怀啊蒋怀，你说咱俩这是啥命啊？就因为这个傻子，咱俩被关进大理寺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。你没瞧见赵顾看我的眼神，恨不能吃了我。我跟他吹牛，说5天保准能把人给治醒。现在醒是醒了，却是个傻子。我真怕赵顾一生气，给咱俩定罪下狱。那不能，那天咱们不是抓到了3个活口刺客吗？听说嘴里藏着毒药呢，还好发现的早，把毒给抠出来了。现在那3人正关在大理寺狱里。我听捕快说，不成人形了。你说说，好人谁当细作呀？真的？你说刺客能藏在哪儿呢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们定会潜藏在大官家。大官随便带点消息出宫，都是普通百姓接触不到的。
我要是细作，我才不藏在大官家里，出入不方便啊。万一上面派我执行任务，我还得干活，抽不出时间。再说了，大官也不是碎嘴子，就算往出传话，也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话也只会说给培养多年的心腹听。大批的细作想藏在京城，能在哪儿呢？对啊，可以做生意，毕竟他们也要吃喝的，比如可以开青楼，不止青楼，还有大酒。没等沈桃说完，细作忽然开始发疯，用头撞墙，哇哇怪叫。沈桃却勾起唇角笑了笑。大酒楼啊，大酒楼，赵顾是在半夜回大理寺的。谁呀？烦不烦啊？扰人清梦。沈桃姑娘，我赵顾，你出来，找你有事。沈桃嫌弃，这喝了多少啊，舌头都大了。你出来，有话和你说。谢谢你。那事办妥了呗？找到了呗？不得不说，你很厉害。你要不要留在大理寺？以你的才干，肯定能闯出名堂。沈桃可不想在京城待着，他还是回他小小的平县吧，那里更需要他。快把你们大人带回去，一身酒气忒熏人。第二天一早，赵大人还记得你说的话吧？布防图找到就给我1000两银子，还要送我回家。我何时说过布防图找到了？竟然耍赖，渣男！这赵顾到底发的哪门子疯啊？明明说要放他走，忽然又失信。大人，前阵子您不是派人往琼州宋大人手里送了一封信吗？今日也连收到10封飞鸽传书。大人要怎么安排沈桃姑娘？不急，她是个聪明人，很快会来找我的。对了，布防图找到了，那个细作也不用待在这里了，把他送到该去的地方，争取从他嘴里挖出幕后主使的人。尝尝灶间的李婶子最拿手的点心，刚出锅的，还热乎着呢，快吃一口。有事？不是我有事，而是赵大人你找我有事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说说吧，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，当然了，我也不会白办，等你说完我再提条件。沈桃姑娘，你前几日所说人的下意识动作我很感兴趣，想让你配合我钻研，若真能著书，往后咱们大越皇朝审讯会更加得心应手，也会少些冤案，这于国于民都是好事。我已经说完了，沈桃姑娘，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了。我同意了，但是我有几个条件。其一，你要给我安排一个能经常进出大理寺狱的身份，再给我一套制服，让我做男装打扮。其二，我经手的犯人得按照我说的方法审问。其三，每个月得给我发银子，我不能白干，且最多干3个月。我提供方向，后续你们自己总结整理著书。3个月一到，我就得回家，还一摊子事要忙呢。其四，你之前承诺我的家书以及1100两银子，你可别忘了给我。若是有人再求我治病，我可不是白治，别以为我当了你手下，你就可以随意的吆喝我干活，你得付我诊金。其五，把那个蒋怀给我扔出大理寺，他这个人是我的克星。可还有，昨日当着细作的面说话，看他表情，我觉得应该查查大酒楼和青楼，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。蒋怀呀蒋怀，走你，咱这辈子别提再见，再也别见才好，毕竟遇到你准没好事。沈桃是一点儿也不担心蒋怀的处境，毕竟他有本事，到哪里都能混一口饭吃。第二天，他去了大理寺存放卷宗的房间，他找了最近几起定案的卷宗，犯人还关押在大理寺狱的那种。沈桃打算先从一起杀人案入手。劳烦田哥和齐哥帮我把钱大盒提出来，然后找个空房间，再搬些桌椅板凳过来。沈姑娘，这都是他亲口招认的事儿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你难道比这些天天审问的人还有经验？就是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再伤到你，让你们去就去呗，要是不听话，小心我到赵顾那里告你一状。齐正，你按着他坐到对面，小心防备着点，以免他暴起伤人。你拿着纸笔坐在我旁边负责记录。
我问出什么问题，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眼神、表情、动作，你都仔细记录下来。你叫钱大河，你家中还有何人？钱大河，我们现在只是做个调查，如果你配合得好，我去向大人求情，说不定会让你见见你儿子钱奎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不想见他，我不想见他，我不想见他，就是因为他，老子总被人嘲笑说给别人养狗崽子，说他不是老子的种。沈涛得出了结论，他在说违心话。行，你配合我就行。案发半年前，你与死者蔡氏发生争执，你还记得那时的天气吗？还有，你记得那天晚上吃的什么饭吗？你的记录要包括他脸上每一条皱纹，甚至眼球的方向，以及他身上的各种动作。田青撇了撇嘴，感觉自己在干一件很无聊的事。谁家审问的时候会问天气，还问人家晚上吃了什么？切！都是那么久的事了，谁能记得天气怎么样，吃了什么东西？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沈涛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钱大河可能不是凶手，那他为何要招认呢？钱大河，案发当日，你提着菜刀冲进门，你是先砍的谁？老子已经认罪了，招认了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说沈姑娘，他这样也不配合呀，要不然把他捆起来，这样安全。你们把他送回牢房吧，咱们先回去，改天再审。你刚才一直观察记录他的表情，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反常？能有什么反常？我若是犯人，这都已经定案的东西，你还反复问我，换我也烦。田青、齐正，你们二人成亲了吗？自然，别看齐正长得面嫩，实际他都30了，他长子14，再过2年，他说不准他要当爷爷了。那齐正，我问你，你成亲那天是个什么天气？我成亲是在冬日，那天还飘了点小雪花。我去接我婆娘进门时，她的盖头和我的头发上都落了雪。我舅舅是个秀才，还说了句酸唧唧的话：今朝若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是有够酸的。我成亲那天天气就挺好，天湛蓝湛蓝。不过沈姑娘，你问这干啥？看吗？有些事即使隔了10几年，依旧记忆犹新。张嘴就来吧。可你们看看钱大河，一次当街争吵，他记仇记了半年，半年后闯进人家家里，连杀一家5口。由此可见，当天那一场争吵让他记忆犹新，刻骨铭心。可是我问他，争吵那天的天气如何，晚上吃了什么，他根本就答不上来。天青，你看看你的记录，我问他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动作？他没什么表情，就是眼珠子往左上方看，然后又往右上方看。你现在观察下齐正，你儿子学会说话以后，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啥？你以后想让他娶什么样的媳妇？你认真想想再回答。开口第一个字是叫娘吧，他娘和我显摆了。至于成亲娶什么媳妇儿嘛，娶个温柔贤淑的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宁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，娶个有见识的吧。瞧见没？他回忆儿子，眼睛往左看，儿子还没娶媳妇，他就要构想一个新媳妇的画面，眼睛往右看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是回忆，一个是编造。等会儿，我好像抓住了点什么，让我捋捋啊。沈大姑娘，你是不是想说，钱大和他根本没有把当街吵架的事放在心里，所以他回忆不起那天的景象，他就开始编造，又怕与真正的情况不符合，所以他就说记不起来了。正是此意。他既然没把吵架的事放心上，半年后为何要寻仇杀人？没道理啊！你们两个在说什么？赤才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钱大河他不是凶手，他在替人顶罪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儿子钱奎。我引诱他配合，提了他儿子一嘴，他嘴里说不想见儿子，厌恶他，可他表情和动作传达出他说的是违心的话。可他儿子虚岁才15，
15岁怎么了？我16岁当爹了。未成年就当爹，还自以为了不起呗？去看看。啊，去看看。去哪儿看啊？哎，你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有话就不能明说吗？把我当外人啊？这才。之前是他们眼拙了，这就挺漂亮的呀。看啥呢？走不走了？得，画面破碎了。你一个太监的儿子，还好意思给小兰送东西？何止太监的儿子，还是一个杀人魔的儿子！我今天就要气死，气死！他好像条狗啊！干啥呢？光天化日，小心我报官抓你们去吃牢饭！你们怀疑他杀人？嗨，你瞧瞧他那窝囊的样，那么多人打他，他都不敢反抗，就这小胆子还杀人？被人杀还差不多吧？我和田青在这里守着，齐正，你去院子后面盯着。沈姑娘还守着吗？今天他受了欺负，说真是心狠手辣之辈，今晚也有所行动。到了后半夜，齐正发信号了，他那边有动静。就在刚才，钱奎抱着个东西从后窗跳出去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妈的，钱奎是去那个婶子家要了个小狗回来。谁在那里？别去，就算抓到他，也不能因为虐狗定罪。先救狗。你不是说他胆子小，不敢杀人吗？你瞧这狗的下手，下手真狠。老子看走眼了还不行吗？别这样，要不是咱们追踪，这狗还不知道要被折磨多久，那真是求死无门。三人刨了个小坑，把狗给埋了。直到此刻，三人已经坚信钱奎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而田青和齐正也因为沈桃通过表情动作就判断出钱大河非凶手，而对他钦佩不已。沈姑娘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回去找赵大人，请他重新调查本案。钱奎他就是个隐患，若不除，早晚是个祸害。他们三人依次排开，坐到大理寺门口等赵顾。太累了，坐着就睡着了。醒醒，在这里坐着干什么？还没进大财的。有事找你。田青，你和你们大人说，我太困了，就眯一下。既没有人证，又没有物证能证明钱奎是凶手，钱大河又一口咬定人是他杀的，细节也对得上，就算重审也还是这个结果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？钱奎那个人要是不抓，绝对是个祸害。你没瞧见那小奶狗的头都让他打烂了，手段要多毒有多毒，要多狠就有多狠。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大人您说，只要能把那恶魔绳之以法，我们去办。钱大河为了保护儿子，咬死不松口，可若是那叫钱奎的少年控制不住自己，再次作案了呢？你们谈完了？大人给咱们指了条明路，为今之计只能想办法刺激钱奎，引诱他再次犯案，在案发现场把他逮住，人赃并获，无可推脱。为今之计只能想办法刺激钱奎，引诱他再次犯案，在案发现场把他逮住，人赃并获，无可推脱。就这么办。你们要干啥？大人说了，一切听你安排，还给你调派人手的权利，你说该怎么干，我们配合你。咱们先找个房间坐下，从长计议。咱们第一次见钱奎，他就是在挨打，他对外看着自卑怯懦，实际内心在长期的压抑下已经扭曲，阴暗又冷血。而且他很聪明，擅长隐忍，不对相熟的人动手。那一家五口的命案是钱奎第一次杀人，他选择那一家五口肯定有诱因。钱大河是替钱奎顶罪，可以循着钱大河那次争吵去找线索。争吵因朱大鼓而起，卖肉的人肯定目睹了全程，咱们去找他，看蔡氏到底说了什么话，而引得钱奎怀恨在心。只有了解这个，才知道后续该怎么办。瞧一瞧看一看呐，新鲜的猪肉。你就是乔屠户啊？我就是乔屠户。咋的？来找事儿的？也不在这条街上打听打听我的名声。哎呦，是我眼拙，哎呀，没瞧出是大理寺的官爷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
我是来与你打听几个月前在你摊位上发生的争吵。官爷，咱这摊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每天争吵的客人还不少，您给个提点，哪次争吵啊？在此之前，大理寺的人肯定找过你，就是一家五口灭门案的那次。你说那次啊？打住！我问你啥你就说啥。凶手钱大河那天与蔡氏争吵，钱大河是自己一个人来买朱大骨的吗？我学过他，他这个表情是在回忆呢。不是，他领着一个10来岁的少年一起来的，是少年说想吃朱大骨，他才要买的。争吵时那孩子胆小，就往后缩到人后边去了。大胆！这么重要的事，之前大理寺来盘查时，你为何不说？你们也没问呢。别纠结这个，我来继续问。那日钱大河殴打蔡氏后，蔡氏骂了他什么话？那妇人挨了打，气愤之下口不择言，骂他不是个男人，骂他娶的婆娘是骚货，生的儿子是贱种，也就这些了吧。他这骂的还算轻的，街头巷尾的妇人打起来，骂的比这还难听着呢。更何况是那男的李逵先动手打人。沈姑娘，这些骂人的话，想必钱奎从小到大没少听。到底是啥让他起了杀心呢？蔡氏骂了他娘。对呀，钱奎内心阴暗，若是以前没杀过人，没见过血，他还能控制得住。一旦他尝试过杀戮，他就愈发压抑不住内心的恶魔。可他极其聪明，不从熟人下手，选的第一个对象与他家八竿子打不着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给他立一个这样的人，去查一下钱奎每天都在干什么，在哪里做工，在他必经之路上给我另一套房子，顺便把我是孤女的事情和邻居散播出去。你要自己当这个饵，隐约上钩。你要是有三长两短，赵大人不吞了我们？我出事还没那么容易。你们猜刺客来袭那天夜里，我房间里的墙是怎么破洞的？你们要试试吗？不要！不要！好，行动。这菜是我先要买的。是你先看到又怎么样？就凭你还想跟我抢？我见过你，你那日被几个少年摁在地上打，他们说你爹是太监，既然是太监，怎么生出你这么大的儿子的？莫不是你娘在外面乱搞了吧？不守妇道，给你爹戴绿帽子，让他当王八。别往心里去，这姑娘啊是最近新搬过来的，听说就一个人住，难免凶悍些。这些天她在街上已经与人吵过好几回了，骂人难听。下次再见到她呀，别再招惹就是。我再去别处看看。那热乎的烧饼，差点把我胸口烫起泡。你晚上吃这个吧，也省得做饭。一个人住还要做饭，怪麻烦的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烧饼差点把我胸口烫起泡，咋的？感动了？不是这句，你说一个人还要做饭，他比我想象的更聪明。他并未完全相信卖菜老汉的话，他迟迟不行动，就是要通过我做饭用的时间来判断我是否独居。天晴，我现在就烧火，你沿着他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看能不能看到我家烟囱。他心中应该有了判断，快动手了。对了，他今天去哪儿打短工了？今日去了红冰楼，那儿摆了几桌宴席，人手不够用，他就跑堂了，有人盯着他呢。天晴，给他拱把火。这就去办。茅房在哪儿？带爷去茅房。爷，我把这壶酒送去，再给您带路，您稍等片刻。等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让老子等？你是不是在瞪爷呀？都是醉客，也不知道避上了点儿。酒我就不算你钱，壶到底是你护不住给打烂的。你今天收拾收拾回家去吧，今日的工钱就顶这个壶钱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的人都欺负他？抓到你了！沈棠握住他的手腕一扭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手腕就呈现出一个诡异的弧度，竟是被扭断了。沈姑娘，您没事吧？钱奎呢？啊，他要杀我，我浅浅的反抗了一下。这浅浅的反抗了一下，多反抗几下，他岂不是变成一张肉饼了？大理寺狱，沈姑娘，照我说，
就该直接给他上刑，还要让钱大海来旁观。你少说2句吧，沈姑娘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反正我相信她。钱奎，这是你第几次杀人？钱奎，一家5口灭门案是你做的吧？你娘刘氏死在7年前吧？当年她被休回家，回去不久就被诊出有孕，被家族视为耻辱，赶了出去。她死后既没有埋在自家坟地，也没有埋在你们老钱家的祖坟。不过好歹尸身还有地方躺。欺我娘干什么？娘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人死为大，不要随便牵扯她。钱奎，你说我明天就出去张扬，说一家5口灭门案是你做的，你还杀过不少人。你说那些愤怒的村民会不会恨你娘生出这么个阴狠之人？会不会把他尸骨刨出来挫骨扬灰？你敢？反正都是死路一条，我就不妨告诉你，不准灭门案和杀你。其实我8岁时手上就有人命，只不过我不愿意承认，手段太差，我视为耻辱。说说你8岁那条命案吧，杀的是谁？为何杀他？哼，7年前我8岁，我娘病得很重，没钱请郎中，我去找我舅舅和舅娘，想借钱给我娘瞧病。我舅不在家，我舅娘不但不借钱，还阴阳怪气，说我娘活该，不该生下我这个小畜生，让老刘家蒙羞。我当时一推，他没站稳就掉到井里去了。我那么小，我好怕他，就跑了。后来他的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，舅娘家的人打上门来，把我舅舅扭送到衙门，周围邻里作证。我舅舅经常打舅娘，还放狠话说要弄死他。舅娘落井后，为了制止下坠，手指在墙壁上划得血淋淋的，以此作为证据，证明他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我那个舅舅是个软骨头，进衙门走了一遭就招认了。秋后问斩，坟头草都很高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好遗憾呢。我当时为啥只是把他推下井，让他淹死的这么痛快？我应该把他捆起来，用刀子一刀一刀划在他身上，看着他的血流干，看着他痛苦的求我。还有没有？当然有了，李大婶家的黄狗，王大娘家的猫，赵三叔家的牛，还有无数的老鼠，全都是我弄死的。我还想弄死那些天天打我的杂碎，只时机未到，时机未到。经过此案，沈桃在大理寺一战成名，田青和齐正也与有荣焉，经常身边围着一群人取经。你们是得好好学学看人的表情和动作。沈桃姑娘打眼一瞧，就瞧出钱大和是在瞎编。提到钱大和儿子，钱大和就这个动作 ，no， 就这个表情和动作是抗拒，是说违心话。沈桃姑娘判断出钱大和是在维护他儿子，我们一查，还真和他儿子有关。那崽子可是个狠人呐！我们审讯时没动一根手指头，就动嘴皮子，他就招认了。这是我抓人抓得最痛快的一次。小崽子还会通过烟囱冒烟时间长短来判断家里有几口人，你说邪性不邪性？让大理寺的人从外面找了50名乞丐过来，给他们饭吃，让他们配合田青研究。这小子突飞猛进，掌握的微表情知识已经赶超沈桃。沈桃再没什么可教的了。此时距离沈桃和赵顾的3月之约只过去一半。蚂蚁就这么好玩？这不是等你等的实在太无聊了吗？你等我做什么？之前不是有3月之约吗？田青这小子是个好苗子，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他的了。我惦记家里，就想和你打个商量，提前回去。说实话，他舍不得。这女子医术精湛，力大无穷，对事情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有时在她之上。若不是女儿身，她说不定能登上朝堂，大有作为。想好了，真要走？你可以留在大理寺的，你是个女儿身，我许不了你官职，可以让你当个郎中，也可以给你便利，参与案件的调查，虽不是官，可比当官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可拉倒吧，京城贵人多，人均800个心眼子，就他的狗脾气，什么时候得罪人，被人在背后算计了都不知道。还是平县更适合他，
赵大人，你可饶了我吧，太久没回家，家里人都等着我养呢。既然沈姑娘执意离去，我也不便多留。只是这大理寺有我在一日，大门就永远向你敞开。那我就成了赵大人的人情，我明日一早就会离开。大人日理万机，我就不向大人辞行了。赵大人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以后咱们有缘再见。人杰，你说本官是个好人吗？大人，您当然是好人，您任人唯贤，从无舞弄权术，为多少人洗刷了冤屈啊！您若不是好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。这么一说，本官的确是个好人。翌日，你们赵括赵大人呢？快去找他，就说宋文墨有事相见。呵呵，他倒是来得快。人呢？宋大人刚一回京，不去面见圣上，怎么跑到我们大理寺要人来了？赵括，你别兜圈子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本官连发书信，就是为了给他证明。他人呢？你可有对他动刑？宋大人多虑，沈桃姑娘可不是一般人，就算没有宋大人来支援，她凭自己的本事也能洗脱罪名。就在昨天，她向我辞行，我允了。算算时间，想必她已经出城。宋大人在来的路上没见到她吗？宋大人，沈桃姑娘很有本事。还用你说？他们桃是啥人，他不比赵固清楚。放心吧，宋大人，沈桃姑娘立了大功，在她的提点下，我找到了布防图，还顺着她给的线索，从青楼和大酒楼找到了数名潜伏在我大越皇朝的敌国细作。他还带着我的手下2名捕快破获一起奇案，教会我手下人通过表情和动作判断人的心思。待本官忙完这一阵，要上书给圣上，替他请功。沈桃好，他当然知道，现在赵固也知道了。赵固这小子不会起什么心思吧？万一他对沈桃表明心意，沈桃还答应了，岂不是要被带到京城，困在4角后宅里？赵大人，不能动的人，还是收一收心思。停下，停下！死鬼！前阵子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你犯了什么事儿，后来你好像身上有差事，整日跟大理寺的人混在一起，我也不好打扰。今天听下人来报说你要走，我这才急火火的赶来拦你。要走了也不说去我府上看看我，没良心的。我要是去了，以你的性子，必是要留我住一阵子，带我去见各家小姐。我不习惯，况且我还急着回去呢，家里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对了，你婆母和小姑回去闹了没有？你大儿长得壮不壮？回来确实闹了一阵儿，还偷偷给我下毒呢，还好被我发现了。我装作中毒捅到祖母面前，顺势夺了婆母的掌家权。现在那对母女被我关起来了，1天2顿粗茶淡饭，饿不死就行。有次我婆母买通下人偷跑回娘家，找娘家人来府上闹，给她撑腰。我祖母出面说，她要是再闹，她就代替死去的儿子给她送休书，吓得我婆母再也不敢闹，整日吃斋念佛。就她那个黑心的，就算给佛祖祈愿，佛祖啊也不带搭理她的。出门前临时准备的都是你路上用得到的东西，准备的可能不齐。那这些银子你拿上，路上缺啥买啥。有个富婆朋友真好。奶奶个腿的，咋又碰到这个美鬼啊？沈桃，沈桃，太巧了，又碰到你了，稍微程啊！他赶着马车一路狂奔，终于甩掉了那个大美鬼，哼，简直是大快人心了。沈姑娘，是沈姑娘回来了。桃儿，你回来了。好小子呀，晒黑了。桃，你慢点走，我回去报信。要是知道你回来了，他们肯定乐疯了。
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桃，是我，冯明。大半夜的你要干啥呀？我半夜才回来，听他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来看看你。现在看过了，你挺好的，那我回去睡啊，有事明天再说。奶奶个熊的，就为了看我一眼，坏我中奖好梦。翌日，郭婶子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把寨子管理得很好，我对你很放心。这寨子你就继续管下去吧。桃儿，你都已经回来了，我还管着，怕是不妥吧？这有什么不妥的呀？你有这个本事，谁不服让他找我来说，不服我就打服他。啊，那好吧，桃儿，那今个晚上在寨子里跟你接风，你要是出去就早些回来啊。陈宁，东家，真的是你啊！你走这段时间可担心死我了。琼州那边是不是很冷啊？我都听说了，那边还有鼠疫。你人没事吧？你在那边肯定吃了很多苦吧？都过去了，那边也太平了，我挺好的。我瞧着你们村发展的挺好，地里活也没耽误。地里活都是男人干，现在女人家在家里做木匠活。起初啊，他们是一点都不听话，交上来的东西残次品也多。我发了一次火，讲了2家做的比较好的，他们瞧得眼热，慢慢上心了。该说不说啊，现在有钱拿，他们拼了命的往家里揽活，深更半夜的干。现在1家2项进账，手头都宽裕了不少呢。好，你们好好做，要是人手不够，去别的村再招一批人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啊，就是地里的活不能耽误。东家，你上次和我一分析卖地的坏处，惊了我一身的冷汗。我晓得的，你放心。那你忙吧，我还要去其他村转一转。好，我今天正在收货呢，到晚间肯定要去寨子里送一摊货。有话呀，咱们晚上再聊。臣有本要奏。送爱卿奏来。臣此次奉命去琼州赈灾，有2人功劳甚大，臣想为他们请功。圣上的确该请功，否则会让天下人寒心的。圣上，此次琼州鼠疫是由一名叫蒋怀的郎中发现的，臣想为他请白银1000两。准。另有一女子名叫沈桃，其功绩甚伟。初入琼州时，她遇到山匪，凭一己之力潜入匪巢下药，助平东将军冯源缴获数千匪众。敢问各位大人，此举当如何赏？当赏白银1000两。剿匪后，该女子进入琼州，琼州刺史为控制鼠疫蔓延，下令焚烧重症患者，琼州百姓人人自危，是她站出来，以性命作保，救下重症病患，安了琼州百姓的心。她与病患同吃同住，衣不解带，尽心救治。经她之手，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有1000余人获救，现在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敢问各位大人，此举又如何赏？这要是身为男子，心怀大义，上个官当当也不为过呀。既是女子嘛，当赏黄金1000两。若是有父兄在朝，提拔一下其父兄。其无父无母，亦无兄弟。众位大人，请听我说完。琼州鼠疫之所以能快速控制住，与他也有关系。鼠疫爆发时，他向琼州前刺史常光提出隔离制，关闭琼州门户，不许一人出入。鼠疫平息后，他又提出逐步放开的策略，正是采纳了他的意见，鼠疫才这么快平息，没有蔓延至全国。此举又如何赏？黄金再加1万两。上上脸都黑了，感情花的不是他家的银钱，叫起来可真敞亮啊。此女子功绩，还有此女去年改良了屈原梨，今年更是县上高产2种，名曰土豆、地瓜、玉米，高产麦。仅土豆一项，就比农户现在种的粮食高产近20倍。若是推广开来，大越皇朝人人都能吃上饱饭，国富民强。朕已经在御花园种植了一批，的确如宋卿所言。圣上，若真有此2种，可造福万民呐。当如何赏？
黄金万两。臣有奔走，臣负责调查布防图失踪一案，正是这女子从旁协助才找回布防图。她还从细作嘴里撬出了敌国探子的藏身地，我们已经拔了多处敌国暗桩，一当赏黄金万两。圣上，这位沈桃姑娘的确功绩斐然，可若是人人为我大越皇朝做点事都要奖赏，国库都得讲空了呀，臣觉得不妥。你觉得不妥，我还觉得不妥呢，那可是天大的功绩，你说不赏就不赏了，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，定是要嘲笑我大越皇朝的皇帝昏聩，赏罚不分明，这罪名你担得起吗？住嘴，休要吵闹。宋钦，你说说朕该怎么赏？不如给这位沈桃姑娘封个品级，挂个当地的闲差，怎么样？就按宋钦说的办，吏部酌情安排个闲职封赏沈桃。圣上，不可呀，女子为官，祖宗都没有这个先例呀。爱卿，既然你不同意封官，那就按你们之前说的封赏，反正国库的银两空虚，要不然抄了你家，把这银两给补上。就这样，沈桃被封官的事敲定，楚州从7品司农使，重点是不用上班，挂个闲职，每年还有银子拿。沈桃姑娘，好久不见了，前阵子去支援的几位郎中都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你的身影，我还好顿担心呢。后来明儿给我传了信，我才知道你抽空去了趟京城。路上遇到点事儿，不得不去了趟京城。不过我看徐大人心情如此畅爽，莫非遇到好事了？托你的福，我要升官了。等新县令一到任，我就要去楚州任职。徐大人，使不得呀！收着，我说使得就使得。若不是你的土豆地瓜种子，我老徐可能一辈子就蹲在平县，永无出头之日。现在能往上再爬一爬，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呢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给你这些银子也是有私心的。我走后，我那傻妹妹一家，还有我这个傻外甥，都劳你帮我看护着点儿。我虽然升官了，但离得远，真出点什么事儿，鞭长莫及呀。早知道这一路这么艰辛，琼州还这么凶险，我当时就不该让你去的。翌日，咱们黑风寨半年盈利3万两，外加林强送来的6万两，现在账上有银子9万两，全在全通银号存着呢。全通银号给百姓存银借银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全通银号借贷一事风生水起，利息低，按月还，百姓都愿意到他那里抵押拆借银两，这都快1年了，盈利可观。为了吸引更多存银，他们把存银利息又提高了，百姓有散碎银子也愿意存进来生息。全通银号也算做了件好事，其他地方的分号也想效仿呢。何管事有经验，听说要调去楚州分号当掌柜呢。戒言，徐大人可能要升迁，我想在他走之前，尽快把地皮的事敲定，开始建市场。建市场的同时，还要各村扩大生产，招募更多的人过来。这段时间免不了用银子，还要辛苦你多跑银号。这本就是我的活计，谈何辛苦啊！我还想感谢你呢，我爹天天去给人家上课，心情都好多了，再也不说自己是无用之人。哎，你是干嘛的？哎，大爷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啊？说不出个名目，打你下山！啊，蒋昭，怎么了？大鬼，快扶我进屋，快！人家不想见你，你还往前凑合什么？哎，走走走，少在这里捣乱！姐姐，他来了！你怎么急成这样啊？谁来了？你瞧瞧，你都出汗了，快坐下。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，还管什么出汗的？蒋狗子、蒋福，他来了，就在门外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他来找我们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那人是？他就是我们那个好爹。放心，我会护好你们的。姐姐，你放心在屋里待着，
我这就去会一会他，还当咱们是以前呢，任由他搓圆搓扁的。有人要硬闯寨子，但凡喘气儿的都过来搭把手，把他抓住扔下山去。蒋昭儿，蒋盼儿，你们两个不孝顺的东西，你们的亲爹在外面挨打，你们倒在屋里坐得稳当。他不是我爹，他就是一个破屁无赖，大家别信他的话。我现在身子重，不方便收拾他，劳烦寨子里的兄弟姐妹们搭一把手，帮我抓住他，揍一顿人下山。我蒋昭在此谢过。打人啦！打人啦！这寨子里面都是混人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打死我呀！各位都是明事理的人，都给我评评理啊！昭儿，你是不是恨爹呀？爹也是迫不得已，否则怎么忍心卖你们姐妹啊？自从你们走后，爹整日的睡不着觉。你要是觉得心里有气，你就打爹2下出气。昭儿，你打我？不是爹你说的吗？心里有气，就打你2下出气的。你有这个要求，我这个孝顺的闺女，怎么能不满足你呢？他就那么一说，你还真打呀？真是不孝顺啊！你们就听他的一面之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故事在我这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人外号蒋狗子，我从小到大就只见过他干过2件事：出去赌博和回来打我娘。他说我娘给他生不出儿子，是个晦气的。你们听他喊我昭儿，那其实不是爱称，而是他给我取的名字就是昭儿，招儿子的意思。至于我娘，他口中的老伴，我们姐妹上山砍柴，回家发现娘不见了。他说我娘嫌弃他穷，和人跑了。在他捆着我和我姐姐要卖去暗娼馆的路上，他亲口对我们姐妹说，我娘不是跟人跑了，而是被他卖去了暗娼馆，拿银子还了赌债。我娘受不了折辱，就一把麻绳把自己给吊死。啥？把婆娘卖去暗娼馆，还要把一对女儿卖去暗娼馆？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！大奎，你掰开他受伤的那只手，让大家好好的看清楚。大家可看清楚了，敢为谁的不小心把小拇指伤成这样？除非是讨债的人一刀下去斩断的。诸位都瞧见了吧？我这手上都是他抽打的，他打我娘，我和姐姐护着，就落下了这么多伤痕。老子生你们养你们，打几下又怎么了？老子告诉你，赶紧把你姐叫出来，老子救你们2个女儿，你们就该给老子养老。今天不给老子100两银子，老子就不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骗我卖了女儿，然后又把我银子给抢走。你骗我银子，我走去衙门告你，不是告你，要告蒋昭儿和蒋盼儿不顾亲爹死活。你打我呀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头儿，你别拉我，让我打死他！说我打你，抢你钱，有人证吗？有物证吗？若是为了此事你去告我，那你随便告，我不怕，因为我没做过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蒋昭和蒋盼毕竟只有你一个爹，虽然混账点，也确实不能不管。我们生意做得大，闹出去也不好听。我做主，给你20两银子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。20两？你打算要饭的呢？嫌少就1分也没了。20两就20两，拿来吧。大家伙都来看啊，给做个见证，我们东家人善，给了他20两银子，让他回去好好生活。20两银子我亲自交到他手上，从此往后他与我们再无瓜葛，就算讨饭讨到我们头上，也绝对不给一口。众人纷纷称赞黑风寨的人是好样的，大度。东家，是我们姐妹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们姐妹不会离开黑风寨。头儿，我也不懂，就那样的赖人，给了他银子他也不会满足，后面还会来闹呢。不用觉得歉意，更不用离开黑风寨。放心，我护得住你们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对这个爹还有几分感情？感情？把我娘卖到那种地方受辱，我恨不得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既然如此，后面的事你就不用管了，安心养胎。沈桃又与鲁琪低语几句。嘿嘿，放心头儿，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办妥。
隔日，平县流传出一则趣闻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去年红极一时的小燕子传奇吗？演紫薇和小燕子两个女子是亲姐妹，她们的爹丧心病狂，整日赌博还打死婆娘，还把女儿给卖了。俩闺女好命啊，被黑风山上那位东家买回去了。话说卖身契一签，父女关系也断了，这混账货呀，却恬不知耻的上门讨钱。桃儿东家人善，赏了他100两银子，不过人家也放话了，说这混账货呀，无论做什么都与黑风山无关，要是敢打着他们的旗号在外面乱搞，还要押送他去衙门呢。这混账货呀，外号叫蒋狗子，大名叫蒋福，以后啊都离他远一点，不是个好东西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也传到了赌坊打手的耳朵里。蒋狗子被卖到采石场时，并未还清赌债。小二，结账。哎，客官，一共半两并3枚铜钱，就收您半两。他的银子不见了，有人偷了他的银子。怎么，客人这是要吃霸王餐？不是，小二哥，刚才吵架那些人撞了我，偷了我的银子。我管谁偷了你银子，吃了饭喝了酒不给银子，在我们这里就叫吃霸王餐。掌柜的，快叫人，这里来了个吃霸王餐的。敢来我们这儿吃霸王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天不把银子拿出来，休怪我们下手狠辣。哎呀，好饶命！我身上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女儿有，他们是小燕子传奇里演紫薇和小燕子的角儿。要么你们跟我去黑风山，他们就住在山上，他肯定会帮我付银子的。你说是你女儿就是你女儿啊？哎，你咋不说王母娘娘是你女儿呢？像你这样的臭要饭呢，我见得多了。兄弟们，招呼他，不用手下留情。2个打手把蒋狗子提到店外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。吃霸王餐挨打，天经地义，就算官府来了都管不了。想着找到女儿，他就能拿捏他们得到银子。明天一早他身体舒服了，接着去黑风山闹。爷爷们，已经好，我现在真没银子，饶了我这一次。我女儿在黑风山东家手里干活，只要你们饶了我，我马上就去找他拿银子还给你们。嘿嘿，蒋狗子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约好了日子还赌债，你却给我跑了，让爷丢了好大一个脸啊！今日你要是把银子给爷还了，咱们还是好兄弟。你来咱赌场玩，我好好伺候你，包你满意。可你若是还不上那100两银子，别怪我拿你开刀给兄弟们打样，我得让道上人知道啊！我们赌坊的银子可不是好欠的。100两，爷，我当初借的只有20两，后来翻成40两，我也忍了。可这才多久啊？怎么就100两了？你走的时候是40两，现在100两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黑风山的东家不是给了你100两吗？正好还了爷的银子，咱们两清啊！胡爷，你听我说，黑风山的东家没给我100两，真的没给。他只给了我20两，这20两还在酒楼被偷了。你瞧我这脸上，就是他们打的。那些拉货送货的人昨天就在山上，他们亲眼瞧见人家给了你100两，人家和你非亲非故，会散播你的谣言，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黑风山给了你多少银子我也管不着，我只知道你欠了我100两要还。爷，快叫我今天，我保证还上银子，实在不行我就把女儿骗出来卖给你。他们现在养得漂亮着呢，白白嫩嫩，你玩好了再卖出去，保证能卖上好价钱。不是，黑风山那位沈东家出了名的护短，有病啊招惹他。听说他那人善起来随便撒钱，凶起来还拿刀划开别人肚子呢。还不还钱？爷，我没钱，
真的没有钱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还上。上次我给了你时间，结果你是怎么对我的啊？你跑了，还想骗我？我打死你个老不死的！爷，别动怒，咱这行打人，官府睁只眼闭只眼，可真打出人命了，怕是也不好交代啊。既然不还钱，也只能拿你开刀。杜金，把他带回去，脚筋挑了，再找个郎中好好医治，医好后扔到街上要饭。路过他的时候，你们都别小气啊，赏点东西，顺便也领那些欠了赌债的人看看，这就是欠钱不还，逃跑的下场。半个月后，平县的小巷子里多了一个要饭的。我女儿是小燕子，我女儿是紫薇。沈姑娘，你来找我所谓何事？徐大人，早先我就向您提过，想买一片地盖市场。现如今我黑风山拉到了本地23个商家投资，银钱也够了，就想买块地，尽早盖起来。也好，本官走之前给你办妥，也省得新来的县令不好打交道。你瞧上哪块地了？和我说说。沈桃最中意的就是山脚下服务区，不知山脚下的地是否能买？朝廷有文书不能卖山，却没说不能卖山脚下的地。你得想好了，那山头若真有矿产，朝廷要挖采，山脚下的地你就得交出来。你说的对，要不这样，之前办匠人交流会那个场地卖给我吧，那块地一直空着，地方也足够大。我那个黑风山的山头只立了2年，现在已经过去1年时间，到时候我把山上的人也都搬下来。那成，我这就派小丽跟你去丈量。翌日，孟浦县码头。大山，早上啊，我带了些绿豆汤，我和你卢婶都喝过了，你也喝一点解暑。哎呀，卢婶和刘婶都在呢，大山呢？大山不在。卢婶子净说笑，大山不是在那儿坐着呢吗？大山兄弟，忙碌一天饿了吧？我特意给你带了烙饼和茶，你吃一口垫垫肚子。我呸！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就往人家大山的身边靠，跟我们盼妹子差了10万8千里呢。可不咋地，在码头上卖弄，以为谁都吃他那一套呢。大山，你站住！哎，我有事儿求你，我们家的房子漏雨，我一个女人家实在是不会修，劳烦你帮我修修房子，大不了我付你银子呀。大山，你瞧，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？哎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看着怕什么？你说我明媒正娶的。你俩够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撒狗粮，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条单身狗啊？东家为啥说他自己是狗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别管那些了，外面日头大，快跟我进去。那个女人是谁？我感觉她恨不能吃了我。别理她，她那人就那样，不是善茬。江平强压下心头酸涩，看来他和大山注定无缘。盼妹子说我们辛苦了，要给我们炒2个小菜尝尝。还别说，还真比我们老婆子做得好。哎，东家，快过来吃饭了。东家，人找到了吗？白蹲1下午，也不知道孙家兄弟去哪儿了。要不我出去打听一趟？我前几天认识一个泥瓦匠，说不准他认识孙家兄弟。白天他出去干活，我碰不着，正好晚上我去他家找他。说了老娘今天没空，给我滚蛋！宋宝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砸我家门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信不信你再砸，我就上官府告你去！死娘们儿，你跟我装什么装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勾我的时候你风骚着呢，这会儿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老子今天还非进去不可！有本事你就去告，我不怕把咱们有一腿的事宣扬的到处都是。怎么的，兄弟？我教训一下婆娘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她不是你婆娘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别人的事少管？你要是走了，我就不管了。非要对着干是吧？哼，
来啊，你打得赢我就走。你行啊，兄弟，既然你也看上这娘们儿，我不跟你抢，我走。用不用请郎中啊？不用了，刚才谢谢了。那就好，把门拴好，我先走了。经此一遭，他心中更加确定要把大山搞到手。大山的婆娘，对不住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大山我相中了，既然想和他过日子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不能留。大山回到小院，告知了沈桃孙家兄弟的住处。今晚我回来时，碰巧路过蒋平家附近，有个男人上门来闹，把他打得挺严重。我看不过去，就把那男人赶走了。他人没事吧？不知道，我把那男人赶走了，就直接回来了，没注意他。江平是谁啊？蒋平是我们隔壁卖烙饼的，是个寡妇，人不太正派。你若遇到，少和他接触就是了。婶子，以往是我不好，大山兄弟救了我，我这人不能不识好歹。以后啊，你们放心。那就好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，远亲不如近邻啊。这就是大山媳妇儿吧？我是隔壁摊位的，叫江平，昨日也没好好打招呼。我叫蒋盼，蒋盼妹子，你来这里也没好好逛逛，要不然我领你去码头看看，以后你说不定也要随大山来这边，多认识认识人也是好的呀。谢谢平姐的好意，我不太舒服，不想出去啊。这样啊，那就算了，还是歇着吧。哎呦，那边大船靠岸了，我先回去准备啊，你们也忙着啊。本想领着那个女人去码头一趟，趁机把她领到水边，他都安排好人不经意来撞他俩，然后做成一同落水的局面。那个女人在水里淹死最好，就算淹不死，在冷水里泡那么久，孩子肯定保不住。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不上钩，白安排了。孙大孙二在家吗？谁呀？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好像不认识你呀。大娘，我找孙大和孙二，他们俩去哪儿了？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找你们帮忙，蹲了许久也不见你们，后来打听到你家，就直接找上门。家里这是怎么了？哟，东家，你可别提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啥破事都落到我家头上。我哥前阵子与隔壁村李家大丫头相看上了，人家要10两银子做聘礼，聘礼都过了，他们家又派人来传话，让我家起新房，不起新房不嫁女。我和哥哥盘算了手里的银钱，正好够盖房子，反正早晚也要盖，就应下了。这房子刚盖不到一半，家里遭了贼，把银子给偷光了。天杀的贼人，要是让我抓住，我定把他手剁下来。我家遭贼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娘气得病倒，李家也跑来退婚，还不退聘礼，说是我们家毁约在先。我和我哥去要说法，被李家那些不讲理的给打了一顿，撵回来了。你们怀疑谁偷了银子？就是不知道是谁偷的才气人啊！趁着我们俩兄弟晚间不在，我娘去村口迎我们，砸了锁进来偷的。可能是看我家盖房，认定我家手里有银子才来的，只能自认倒霉啊！李家那姑娘不嫁就不嫁吧，翻脸无情，娶进来指不定把家里闹成啥样呢。只能委屈我哥多等2年，攒够了银子再给他娶媳妇儿吧。至于聘礼，我们孙家是后落脚在这儿的，没族亲，比不过李家同气连枝。还是那句话呀，只能自认倒霉啊！怪我，都怪我！这要是我留在家里，银子就不会被偷，也不会退清了。我现在有个盖房子的活儿，你们干是不干？当然干了。